着急忙慌地赶到同学聚会的饭店时，一向严控的男班长对我分外热情。我干巴巴地敷衍着他，耳朵却机灵地竖起来，好整以暇地听那几位女同学的议论。今天周之许来吗？这个名字一出，包厢内的气氛瞬间有些热烈起来。班长点头确定，来呢，你们准备好要签名吧，哈哈。班长，那他老婆今天会跟着来吗？桌子上的同学安静一瞬，随即又开始八卦。我默默地咂了下嘴巴，心里也有点期待。周之许他从高中时就是女生群里焦点人物，男生群里的领头人，典型的天之骄子。后来进入娱乐圈，成为红到发紫的顶流演员。原本应该经营单身人设以此来固粉吸金的他，却在出道那天直接置顶了一条微博：周之许已婚，无数女友粉和桃色绯闻直接被扼杀在摇篮里。随着他愈来愈红，无数人想去扒他结婚的女生是谁，但却什么都扒不到。想到这儿，我不免有些唏嘘。哎，同样是一个教室毕业的学生，有人日入208万，甚至英年早婚，有人却还母胎 solo， 每天996。正感慨着操蛋的人生时，包厢门被人推开，周遭的人刹那间有些躁动起来。我下意识抬头看去，视线却直直地跌入了一双墨黑幽邃的眼里。可下一刻，周之许的目光就淡淡地移开了，仿佛刚刚只是不经意扫了某个陌生人一眼。瞅着瞬间被同学们簇拥的周之许，我默默低下了头。正常，大明星怎么会记得一个普通的同学呢？在众人各种恭维声里，周之许站在那里，气质凛然不可攀，那张脸好看到仿佛和旁人不是一个次元的。怪不得网络上的姐妹们每天都嚷嚷着让他捐精造福人类，这谁看了不迷糊啊？这时，班花笑盈盈地朝着人群里的周之许招了招手，声音甜腻：“周之许，坐到这儿吧，专门为了你空的主位。”呦，我就说咱杨毅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呢？哈哈哈！包厢里一片打趣声。班花却也不在意，目光直勾勾的周之许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。我暗暗竖了个大拇指，牛啊，有妇之夫的大明星都敢聊。原以为周之许会给个面子坐过去，哪成想他直接淡声拒绝，不用，我有位置。说完便直直地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我一脸懵逼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拉开我身边的椅子，施施然坐下，清冽的气息直直地钻入我的鼻子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有些没反应过来。周之许偏头看向了我，双眼皮褶皱在包厢灯光的投射下扇出一个异常好看的尾巴弧度。乔然，不介意我坐这里吧？顶着班花和其他老同学的或善意或恶意的视线，我恍恍惚惚地摇了摇头。不介意的。好。他嗓音低低地应了声，那下颌线简直比我的命运都清晰。原来他还记得我呀！我垂眼看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没忍住莞尔一笑。一顿饭吃得我着实有些不舒服，主要是周之许的存在感实在太强了。他喝口水都有很多同学明里暗里的看着，甚至还有人偷拍他。坐在焦点旁边的我，不可避免的也被拉进了漩涡中心。我只好一直低着头干饭，避免被人拍到正脸。而周之许却始终神色淡淡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无声地叹了口气，不愧是顶流啊，这境界简直是一骑绝尘。饭过3巡，众人放下筷子，开始走动起来。周之许的身边俨然成了重灾区，不断有人借着同学情来找他敬酒，要签名、合影。他似乎也不好推辞，只能淡然地照单全收。不多久，好看的脸上便泛起了微醺之意。而觥筹交错间，可怜的我已经被老同学们挤得筷子都拿不稳。我的王八汤，我的龙虾面啊！正要喝口饮料压压惊时，班花从我背后走过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她像是瞎了一般撞了我一下，我手里的饮料直接洒了一腿。一句卧槽还没说出来，班花道歉的声音响起：“乔然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被挤了一下，我帮你擦擦吧。”看着她并没有什么歉意的脸蛋，我勉强扯了个笑：“没事，我去卫生间自己处理吧。”说完，我无奈地起身朝着卫生间走去。余光瞥见周之许似乎醉到有些眼神朦胧了，而班花正坐在我的位置上，对着周之许浅笑嫣然。吭哧吭哧擦了半天腿上的饮料，我慢吞吞地走出卫生间，肚子还有点空，希望那些拍马屁的人已经结束了，不然我这大几百的聚餐费就白掏了。唉声叹气地走出卫生间时，我看到不远处站了个熟悉的身影，身形颀长，肩阔背挺。咦，周之许怎么出来了？他似乎有些难受地靠在墙壁上，眉心微蹙，薄唇紧紧抿着，眼睫在头顶灯光的投射下扇出一片阴影，远远的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儿。我抠了抠手心，最后还是走过去低声询问：“周之许，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像是被我的声音惊醒一般，他唰地睁开眼看向我，目光灼灼，里面的温度异常的烫。这眼神有点不对劲啊！我想要继续关切之际，他却突然轻身把我死死抱住，侧脸不断蹭着我的头发，胳膊的力道箍得我生疼。我傻了，这什么情况？
这时，周之许开口了，嗓音又低又哑，透着点最后的黏糊。老婆，难受，抱一下我。卧槽，他刚刚叫我什么？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不远处突然蹭蹭跑过来2个男人，着急忙慌地把周之许从我身上扒了下来，手脚并用束缚住。抱歉，我俩是之许的经纪人和助理，之许他喝多了，可能就把你认错他老婆了。刚刚事情是个意外，您放心，这绝对不是骚扰。如果您有什么不满，我们可以进行赔偿。我站在那里，勉强从凌乱躁动的思绪里抽离出来。没事，我不介意，而且我是他今晚聚餐的高中同学，不会乱说的。周之许经纪人才松了口气。那感情好，同学，方便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让之许明天醒酒以后亲自和你道歉。我看着已经有些醉到站不稳的周之许，心里的小鹿直接不听话的撂了蹶子。不用了，都是小事。经纪人再次感谢以后，和另一个助理准备把周之许扶走。可一向疏冷桀骜的周之许此时却跟个小孩子一样，死活不肯走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，嘴里还喃喃地叫着老婆。说真的，要不是他无名指上的戒指着实显眼，我估计当场就会冲动应几声。最后，周之许还是被他的经纪人带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得悠悠叹了口气。哎，头要朝哪里磕，下辈子才能谈个这样长得帅还爱老婆的。那晚回家后，我破天荒地梦见了周之许。中考后，我很幸运地以吊车尾的成绩进入省重点高中。我爸兴奋得连隔壁村的狗都宴请了3天。开学前1天，我就单方面知道了周之许。妈妈是美艳的国民女神，爸爸是财经新闻里的资本家，外加他那张中了基因彩票般的清俊面孔和大长腿，妥妥的小说男主标配。而我却踩了狗屎运一般，开学竟成为了他的同桌。起初我规规矩矩的，甚至连偷看他都万分小心，生怕惹得这天之骄子不愉快。周之许似乎也并没有太注意到我，毕竟围在他身边的人多如牛毛。托了他明星妈妈的福，还有不少人每天偷拍他围观他，偶尔还伴随着一些男生嘲讽奚落的语气。这就是校草，肌肉还没我多呢。人家妈妈是明星，爸爸是大佬，厉害着呢。周之许听到后没说什么，只是他下课后很少出去活动了，淡着脸坐在座位上学习。偶尔出去，也是在球场上教育那些嘴欠男生，那恣意帅气的模样，看得我心潮澎湃，内心一片鸡叫。这种被偷拍指点的情况，在他友情客串自己妈妈的电影后，更是愈演愈烈。某天，又有一堆黑皮体育生又聚到了我们班的走廊窗户口，嘴里阴阳怪气。这就是周之许，娘炮，肉眼可见的。周之许攥着笔的手背上骤然凸起了根根青筋，下颌线紧绷。为了防止血溅当场，我脑子一抽，直接化身莽夫，起身把窗户口的窗帘唰地拉住，阴影浮起，顿时遮住了所有恶意的目光。几个体育生在外面刚骂骂咧咧了几句，就被偶然路过的教导主任拎走教育了。我哆哆嗦嗦地蹭了蹭手心的冷汗，吓死！我以为我会被那些体育生揪出去当场来个暴扣。劫后余生般的刚坐下时，一扭头便看到周之许正偏头看着我，侧脸利落分明，目光黑沉沉，像是被水冲过一样。接着，周之许的声音便轻轻地响起：“谢谢，乔然，我叫乔然。”我赶紧懂事地交代出自己的名字。周之许嘴角微微勾起来，眼睛里浮起一点莫名的亮光。谢谢，乔然。从那以后，周之许似乎终于注意到了我这个透明穷酸的小同桌。他和我的交流次数呈爆发性增长，甚至在我为某些题发愁的时候，他会自然地轻身过来帮我讲题。我为了省钱不吃饭时，他会放学直接带我去学校外围小吃街吃到撑，也会和我探讨哪个大学适合我。最后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引诱，报考了 A 大。而我会在别人偷拍他时，立马拉住窗帘。没有感情，全是技巧。每次和他交流，我都感觉自己心里一片荡漾，鸡叫此起彼伏。但我也知道，周之许和我的差距太大了。人家出生在罗马，我奋斗半生可能仍然是个牛马，那点隐秘的心思也只能压在心底，不敢让人窥见。高考前几天是他18岁的生日，我用1个月的兼职费给他买了个知名球星的同款指环。原以为周之许会礼貌地先收起来，可是他却当着我的面套进了无名指上，眼里满是温和的笑意。乔然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以后再给你买更好的联名指环4位数，我到时候打1个月暑期工正好购买。我掰着指头暗暗计划，可周之许听完以后怔了怔，最后认真地看着我，嗓调轻轻：“这个已经是最好的了。”高考结束后，我擦边考上了 A 大。当时的我一直以为我和周之许的同学情会延续到大学，没成想录取通知书刚到没多久，我妈突然生病了。为了省钱治病，我爸进了工地，而我也没有去上大学，在家照顾我妈。在谋生与忧心家人的疲惫里，我的老年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了。包括那张用了3年的手机卡，里面尽是高中同学的联系方式。
直到次年，妈妈的病情好转后，我复读上一所不错的师范大学，偶遇曾经的高中同学，才和关系较好的同学恢复了联系。而那时周之许的脸已然出现在电影院屏幕和满街的广告牌上，粉丝万千，众星捧月，高不可攀，甚至有了一个从不露面的妻子。我这个不太重要的同桌，应该已经成了他回忆里的伊丽莎，沉入记忆长河。被上班闹钟声吵醒时，我还有些懵逼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就特别累。如果没有历史记载，他们都以为埃及金字塔是我昨晚连夜盖的。盯着墙皮有些脱落的天花板发呆片刻后，我才慢吞吞地起了床。好久没梦到过周之许了，猛地来这么一次，我心里的小鹿顿时有些死灰复燃的趋向。但随即我就唾弃了自己一口。我这种常年混迹于1688网站的人，怎么能想象人家这种全身香奶奶家的天之骄子？正胡乱思索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以为是哪位学生家长要咨询报补习班的事宜，便赶紧接了起来。喂，你好。电话那头安静的没有一句话，如果不是听到一点清浅的呼吸声，我甚至都觉得这电话没接通。喂，请问是哪位？乔然，是我，一道带着典雅的声音通过电磁信号传来，刮得人耳朵痒痒的。我直接怔住，是周之许。我的心跳缓缓的、渐渐的加快。昨晚的事情，很抱歉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，声音里带着一点点宿醉的含混。我可以解释的，我是因为没事，不用解释，你的为人我了解，都懂，我都懂。这小事儿，我急忙打断他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秀恩爱话语，干笑着给台阶。我知道你和嫂子感情好，喝多了把我认错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嫂子一定不会怪你的。这话一出，我都想抽自己2个嘴巴子。怎么听起来酸酸的、茶茶的？电话那头的周之许语气不明地重复了一个词：嫂子。对呀，就你妻子。周之许似乎轻嗤了2声，显得不是那么认同。什么意思？在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曝光即可养活全体营销号的话。我没有结婚。周之许一大早打来这通直球电话，可谓是平地一声雷，把我轰得外焦里嫩，搞得我在骑小电驴上班的途中，都差点晃神栽到一头处绿化带里。双脚发虚地飘到办公室坐下时，我才有了点实感。猛烈跳动的心和压不住的嘴角，此时充分暴露出我的不平静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周之许一直没结婚，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。欣喜之情撞得我心口一片酸软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对他来说有一点特别，所以说我就有机会？忽的，我的荡漾之情一顿。不对呀，既然他没结婚，聚会那晚他最猛之际叫老婆又是什么回事？是把我当成了某个女生，还是我就是那个女生？后一个想法让我瞬间想狼嚎2声，整个人更飘飘然了。这时同办公室的老师拍了拍我，把我的思绪直接打断。乔老师，发什么呆呢？到点准备去小教室上网课了，这个月300全勤不想要了。我脸上的笑意微顿，隔了2秒后才有点艰涩的开口：好，马上。对了，领导刚和我说你这个月的报班续费情况不好，让你一会儿找他。知道了，谢谢。续费情况不好，意味着我这个月工资会减少。我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顿觉头大如麻。周之许日入208万，而我还要为了每个月的4位数工资兢兢业业。这之间的差距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度，堪比马里亚纳海沟。刚刚的悸动之情开始演变为一种无力感，叹了口浊气，我埋头扎进工作。人啊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一点自知之明。我对周之许的感情将停在同学情谊这条线上是最美好的。尽职尽责地给学生讲完网课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刚拿出手机准备看看八卦放松心情时，却被热搜第1的话题直接弄得懵逼了。井号周之许妻子疑似是高中同班班花井号我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拧着没点开话题。有大量营销号发了我们昨晚同学聚餐的偷拍照，其中班花杨毅坐在我位置和周之许温柔说话的照片更是铺了满屏。而周之许那会儿估计已经喝懵了，脸色也没平时那么漠然清冷，乍一看倒还真有点小暧昧的氛围。网友1：卧槽，嫂子竟然这么漂亮。网友2：什么嫂子？周之许没承认就不算好吗？某些素人想炒作的心理简直要压不住了。网友3：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第3张照片里，周之许看旁边那个黑色衣服小姐姐的眼神不对吗？黑色衣服。我点开放大一看，呼吸微滞。那会儿的周之许还没怎么喝酒，眼神清明，目光落点处似乎是正埋头苦吃的我，眸子里隐约带着点缱绻温柔的意味，模模糊糊的隔着屏幕传到我眼里。心弦被很轻地波动了一下，我着实没忍住，暗戳戳地给这位机智的网友点了个赞，就当这是一个美好又遥不可及的妄想吧。原以为周之许会看在同学的面子上，委婉的辟谣，没成想当天中午，周之许就发了条微博：周之许，
不熟，这一副默哀老子的冷样，让我沉了一上午的心有些轻盈起来。然而嘴角扬起的笑还没来得及放下，微信便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周之许、乔然，高中门口的小吃街重新装修了，周五要去看看吗？我划拉屏幕的指尖一顿，在踌躇犹豫和隐秘期待之间，我慢吞吞地回了一条消息：好。周五上完最后一节网课，我某个男同事一边说着学生报班续费的事情，一边下楼。正处于下班高峰期的写字楼附近，车马辐凑，熙熙攘攘。男同事晃着车钥匙，绅士地提出要送我回家。我浅笑婉拒，不了，我还有事。你今天没骑小电驴不方便，我送你比较好。男同事坚持要送，摆明了要追求我的模样。这莫名热切的态度让我有些无措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正想着再次拒绝时，手机电话响了。我看都没看来电显示，直接当作救命稻草般接起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如果你和这位男士谈完了，我们可以去高中门口的小吃街了，不然会在路上堵2个小时。周之许冷淡的声线传出，我一懵，下意识地抬头，便看到了站在不远处花坛边的年轻男人。周之许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身姿落拓，周身清冷独特的气质也让路过的人纷纷侧目，露出的一点眉眼上尽是冷淡锋利的情绪，让我莫名一抖。此情此景，俨然一副原配当场捉奸的尴尬场面。见我看到了他对着手机又说了一句：所以你谈完了吗，乔然？谈完了。我回过神，忙不迭应着。不等男同事再说什么，我立马歉意摆摆手，便朝着周之许走去。周之许帽檐下的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走进站定，带着点显而易见的热意，让我慌得差点同手同脚。走吧。我在他面前站定，小声道。周之许声音这才温和了点。好。只是离开时，我感觉到他似乎扫了眼我身后的男同事，像极了护食成功的野兽向同类示威。我抠了抠手里的包，心里一片涟漪。他这个表现怎么有点像吃醋呢？坐在周之许那7位数的阿斯顿马丁上，我正襟危坐，分外局促，目光却有些不听话地飘向了开车的周之许。怕被发现，又不敢光明正大的看，只能假正经地偷瞄着他搭在方向盘上的大手，眼睛都快瞅成了斜眼，指骨分明，手背微微有青筋凸起，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朴素的戒指。既然他没结婚，为什么还要戴这个戒指呢？但是这个戒指仔细一看，确实不像婚戒，更像是某个牌子的周边指环。我的脑海里隐约浮现出一个离谱的猜测，怎么和我当初送他的18岁生日礼物有几分相似呢？在想什么？周之许忽地开口，打破了车内的安静。我还沉浸在某个离谱的念头里，嘴快下意识回了一句：在想你。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连忙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子挽救一下局面时，周之许却似笑非笑地追问：在想关于我的什么事？我悻悻道：你的戒指挺特别的。他动了动方向盘上的手指，声线明显柔和了几分。确实特别，因为和喜欢的人有关。他说这句话时，扭头看了我一眼，墨黑的眸子里蕴着熟悉的温柔，和那张网上流传的聚会照片里的眼神一模一样。心神荡漾地跟着周之许来到高中外面的小吃街，学生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只留几个身着校服的学生游荡在路边，嘻嘻哈哈。来到高中时常吃的那家小吃店时，老板正一个人坐在店里算账。看到我俩的那一刻，笑呵呵道：小周来了呀。今天来2份老样子就行。没问题，你俩坐。老板莫名瞅了我一眼后，才乐颠颠地起身朝着厨房走去，一点没有面对大明星的激动。这副过分熟忍的样子让我有些惊异，仿佛周之许已经来过无数次一般。大明星也会经常来高中怀旧。乔然，发什么呆呢？周之许似笑非笑的声音响起，我才忙不迭坐在他对面。小吃店的桌子不大，这么坐下来后，我和周之许面对面的距离近的可以。有些窘迫的轻咳2声，我好奇地问道：周之许，你毕业后也经常来吃吗？周之许正拿着餐巾纸，垂眸擦拭着小碟子和筷子，带了点独特的冷感。有空就来坐坐。你竟然惦记了这么多年老板的手艺呀，挺长情的。我从善如流地吹了一句，把擦干净的小碟子轻轻推到我的面前。周之许闻言掀起眼皮，不咸不淡地看向我，让我长情的，又不是老板。我一懵，那是什么？是你。在我懵逼想要追问的时候，老板端着2份小吃走上来，打断我俩的交流。好了，2位同学，趁热吃吧。谢谢老板。我顶着周之许的灼热视线，局促道谢，心里却一直难以平静下来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让他长情的是我？我很想张嘴问问周之许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小吃店老板却一直在那里和他聊天，我无从插嘴，只好默默地埋头吃着，心跳如鼓雷。余光似乎感觉到周之许一直在逆着我。吃完结束时，外面下了点小雨，周之许让我在店里等着，他先去停车场开车。清晰有力的身影引入浅浅的雨幕里，让我有些移不开眼。
旁边的小吃店老板一边收拾桌子，一边笑眯眯地和我搭话。同学，我看你有点眼熟，是不是高中时经常和小周来我这里吃饭的女同学呀？我浅笑着点点头。是的，您竟然还记得？老板啧啧感叹。当然记得，你俩当时经常来我这儿买东西吃，有时候你没来，小周也会帮你带一份吃的。不过当年高考结束后，就只有他一个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和他分手了呢。分手？我一怔，随即否认。没有，我俩一直只是普通的高中同学，不是恋人。老板端着碗猛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意味深长。小周应该没把你当普通同学吧？老板的这句话让我再次想到了周知许饭前说的那句你。我有些结结巴巴地问：您为什么这么说？老板端着碗往厨房走去，临走时神神秘秘地撂下一句话：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时，每次都会多点一份你爱吃的东西。周知许下车撑着伞朝我走来时，我还僵在那里，头脑一片发雾，嗓间艰涩不已，像是有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在不断敲打我的头，非要告诉我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。这个秘密是，周知许好像喜欢我，喜欢了很多年的那种。在我和他断了联系的这么多年，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来小吃店重温我们的过往。长情的目标确实是我。乔然，怎么了？周知许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嗓调轻轻。我整理了下瞠目结舌的表情，回头看向朝我走来的周知许，眉眼疏散，身形潦草，一如年少时，让我心动。和老板聊了两句你的事儿，周知许的脚步似乎有些诡异地顿了下，在我面前站定时，我依稀看到他的耳根有点泛红。聊什么了？聊你每次来都多点一份我爱吃的。我扬起一个温和的笑容，鼓起勇气，小心又期待地反问着。所以，周知许，我可不可以认为，高中那会儿你是喜欢我的？周知许闻言安静片刻，在开口时声音又低又哑。不只是高中那会儿，现在也是。他说这句话时，眼里是纯粹漠然的黑，眸子里的情意再也掩盖不住地迸发出来，不偏不倚，全部落在我身上。在小吃店里的周知许直球表白后，我也知道了他无名指戒指的含义。源于我送他的18岁生日礼物，因为我送他的那个指环质量实在是太垃圾，戴了没2年就破不成样子了。他去复原指环，但最后也只是勉强修复好，然后就一直修补地戴了这么多年。指环样子有些变了，却依然是我送他的唯一礼物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马斥巨资下单了一个新指环送给了他。收到新礼物的周知许眉眼轻弯，转头就晒到了网上。周知许，他送的图片，这条微博又引发了一轮扒皮他隐婚妻子的舆论风波。有人说不像婚戒，有人说只是普通的指环，有人说是秀恩爱，而周知许直接点赞了那条秀恩爱的评论，更炸了锅。甚至有记者问他最近感情生活问题时，他也淡笑着回应：很好，谢谢关心。我看着手机屏幕里众星捧月的英俊男人，心里痒痒的，但同时那股名为自卑的情绪再度涌来。小吃店那天以后，周知许没有要求我回应他什么，可我知道他在等我的一个点头。要回应他吗？我配得上吗？不回应他吗？可我又很喜欢他。如果在一起后，我所有的不堪都会被他近距离发现。那个时候，这种天之骄之会是什么态度呢？我有些迷茫地扣手。这时，高中群里再度活跃起来。班长，全体成员周6是咱们班主任的60大寿，咱一起给老师过生日怎么样？没问题呀，那天正好有空。收到，最近聚餐聚的钱包都缩水了。杨毅，周知许也来吗？自从上次周知许直截了当的在微博打脸班花后，高中群里的气氛就很微妙。但碍于班花家里有点小钱，众人也没有明说什么。现在他又这么直勾勾的询问，不少人估计都开始原地就位，准备吃瓜了。好一会儿，班长才回了句：班长，不知道，我一会儿问问。我没忍住，切换成私聊先去问了。班主任周6过生日，你要来吗？周知许几乎是秒回。周知许，你去吗？我去吧。周知许，那我也去，到时候我去接你。我心里一跳，那这样的话，不就是让所有同学知道我俩的暧昧关系了吗？到时候班花就会把我撕掉吧。我打了个冷战，但手指依然诚实地回了个字：好。果不其然，班主任生日那天，我刚和周知许一同走进包厢，所有的老同学都愣住了，尤其是班花的目光，简直快要把我当场凌迟处死。我怯怯地后退半步时，撞上了身后的周知许，他像是什么都没发觉一般，垂眸温声轻训了我一句：别发呆。好，顶着所有人八卦、懵逼和诧异的眼神，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周知许找了2个空位坐下，恰好是班主任的身边。此时班主任也反应过来了，眉眼慈和地打趣我：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乔然同学变得这么好看了，和个小仙女一样。我恭敬地点头：谢谢老师，祝老师生日快乐。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呢？在一家教育公司当补课老师。班主任还没说什么，隔了2个位置的班花突然冲着我笑了2声：哟，
乔然，你现在就是个补课老师啊，这1个月的工资怕是连房租都不够付吧？哦，不，应该是一辈子下来的工资，连周之许的一个小广告费都比不上。要不来我家公司，我帮你找个好工作吧。这过于明显的尖锐刻薄之语，让我搭在腿上的手有些难堪的攥紧。不用，关你屁事！周之许的声音骤然响起。一直面色漠然的周之许突然开口，语气不咸不淡。刚有点躁动的饭桌有些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震惊，一向清风霁月的周之许竟然突然爆了句脏话。而主人公扫了眼僵住的班花后，偏头看向我，语调温柔的可怕。要喝水吗？要，谢谢。谢什么？笨！周之许轻应一声，提手帮我倒了杯水，姿态自然又亲昵。班主任也冷着脸睨了眼班花。老师怎么了？我还是老师呢，你们不也得给我面子吗？老师你说的是，我帮您也倒杯水吧。班花温温柔柔地应着，仿佛刚刚尖酸刻薄的人不是他一般。班主任懒得理他，侧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周之许，温和地询问：你俩的好事什么时候成的？都不告诉老师。我刚要否认，班花又笑盈盈地插嘴了。老师，周之许早就结婚了，乔然好像还没男朋友吧？这句话一出，我明显感觉到所有人看着我的眼神里赫然充斥着2个字：小三。这个词刺得我手心瞬间发凉，本就自卑的心里更是快要把我吞没。旁边的周之许直接把自己的豪车钥匙扔到桌子上，扰乱了这一桌小心思。周之许的脸色已经完全冷了下来，阴沉又骇人。我喜欢了他快10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众人，周之许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直接往桌子上砸了个核弹，轰得人体无完肤。别说老同学们了，就是知道他小心思的，我都直接干呛了2下。诡异的沉默之际，班主任温声开口：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少管他人的事情，上菜吧，我饿了。班长这才恍然大悟般的应道：对，先吃。菜一上，我立刻埋头苦吃，脸估计已经烫成了猴屁股。我有点害怕看到同学们眼里的打量和探究，还有周之许时不时落在我身上的灰暗视线。我不敢对视回去，只能装鸵鸟。在线问该怎么办，我慌得都有些食之无味，最后还是故作尿急溜去了卫生间喘气。整理好心情，准备回包厢时，便看到班花和周之许站在走廊尽头说着什么。周之许，乔然配不上你的，你有病！周之许冷冷地睨着他。班花的声音高了几分，渲染欲气。他家是村里种地的，你和他在一起会被所有人笑话的。听到这话，周之许脸上不耐烦的情绪相当明显，他冷笑一声：你错了，我不喜欢他。正偷听得我一僵，可下一刻，周之许又说话了，准确地说，我爱他。你为了他骗公众已婚，又帮他说话，他却连看都不看你，说明他根本不爱你。周之许的表情凝固了一瞬，像是被戳中了什么痛点。他爱的，我缓缓开口，惊动了2人。望着周之许骤然明亮的眼眸，我低声又坚定地重复了一句：我也爱了他差不多10年了。班花愤愤地离开时，周之许还站在那里，一张俊脸还有点懵，但眼里的欣喜之情足以把我淹没。我抠了抠手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他，抱歉，这么晚才和你说清楚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周之许的声音变得哑哑的，像是兴奋过头的后遗症。他突然快步朝我走来，我却先叫停他。等一下，周之许，怎么了？他听话地站住，声音温柔异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认真地看着他。我胆小，我笨拙，我普通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而你也会慢慢发现我的各种不堪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会爱我吗？我会。周之许坚定地回了2个字，然后继续朝我走来。他长得高，站在我面前时，把头顶的灯光都遮住一半。你不完美，我也不完美，我想让你来了解我。同样的，我也想去探究你的所有。比如，现在我们可以探讨恋爱这件事情了，好吗？他眼里满是认真且坚定的神色，似乎能穿透我所有的缺点。破天荒的，我主动地扑向了他，紧紧地抱住他。好，谢谢你的长情。周之许回抱住了我，力道极重。谢谢他多年如一日的坚定，让我可以有勇气迈出最后一步。聚会后没多久，有营销号曝光周之许结婚的事情其实是假的，一时间粉圈震动，路人吃瓜，黑子谩骂，而周之许却发了条微博：周之许现在结婚了。这条微博配了张图，2本鲜红热烈的结婚证封面。晚安。